注意看，这个女人正在水底做法，霎时间风云变色，巨浪滔天，搅得船上所有人都摇摇晃晃。最终纷纷掉入了水里。此时大龙女一个神龙摆尾，直接劈开了大船，船上的人无一幸免。大龙女终于杀死了贵妃娘娘，可是冒充贵妃说是死而复生，难免会惹来怀疑。得知贵妃身边还有具公主的尸体，大龙女就决定找来妹妹顶替公主，对外就谎称是托公主的皇室血脉才得以龙族庇佑，让他们能够死而复生。可是珠儿的性格根本不像小公主，更何况还不知道珠儿愿不愿意帮忙。大龙女早就想到这一点，到时就谎称小公主被龙族搭救之后就脱胎换骨了，连样貌都变得有所不同。随后两人就要去找珠儿，没想到此时的珠儿已经逃出了地下室，她不想再受姐姐摆布。于是大龙女就开始苦口婆心地劝说妹妹，表示自己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帮父王报仇，只要珠儿愿意冒充公主，等灭了法海，替龙族报了仇之后，她就绝对不会再干涉她跟世林相爱。这个条件对于珠儿来说很是诱惑，最终还是答应了姐姐的要求。皇上得知公主和贵妃遇难，心急如焚，立马派人开始展开搜救，可最后却一无所获。正当皇上急得焦头烂额之时，大龙女和珠儿缓缓浮出水面，被一只大乌龟驮着，慢慢向岸边移动。得知贵妃还活着，皇上欣喜万分。来到岸上后，大龙女就谎称是被水底的水族神仙所救，她就是皇儿。也难怪皇上认不出公主了。而公主落水后被泡得面目全非，神仙特意为她脱胎换骨换了张脸，没想到皇上还真信了她的鬼话，把姐妹二人接回了皇宫，却不知她早已落入了大龙女的阴谋。法能为了能让孟宁争取到上京考武状元的资格，可谓是费尽心机，动不动就跑到皇上身边的红人杨公公面前举荐他的得意门生孟宁。杨公公为了试探孟宁的功夫，特意让法能深夜行刺孟宁，想看看他的拳脚功夫如何。自从上次吃了暗器的亏，孟宁刻苦练功，这次居然轻松化解了对方的暗器，这让法能非常的欣慰。很好，好。此时杨公公走了出来，表示孟宁这才考上武状元的机会，表示是十拿九稳了。孟宁也是信心满满，杨公公答应会在皇上面前推荐孟宁，这一切还是要看他在考场上的表现。很快就到了考试这天，各路英雄豪杰齐聚于此，皇上亲自坐镇监考。前几场孟宁都能轻松应对，躲在树上的诗林不禁为好兄弟感到高兴。没想到到了最后一场，却遇到了个硬茬。这家伙使用的流星锤正好克制孟宁的双节棍，这可把法能给急坏了。眼看对方招招致命，甚至还使出了暗器，要置孟宁于死地。诗林这一下看不下去了，纵身闯入围场，直接把流星锤击了个粉碎。随后和这卑鄙小人大打出手，将他打了个落花流水。皇上见诗林武艺高超，喜欢的不得了，认为这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决定让诗林参加最后的总决赛。诗林武功高强，理应效忠朝廷。3天之后，在野猪林与侍卫比试武功。在场的人一听都傻眼了。皇帝下旨让诗林3日后在野猪林与侍卫比试武功，要是能过关，就推选为金科武状元。3日后，诗林在野猪林大战一众侍卫，拥有主角光环的他横扫千军，终于诗林还是考上了武状元。孟宁见好兄弟抢走了他的状元之位，便开始慢慢黑化。许诗林不仅抢走了他心爱的女人，如今还把武状元也给抢了。为什么所有好事都归诗林，自己却一无所有？他实在是不甘心。许诗林才貌出众，文武双全，让皇帝非常的喜欢，决定将公主许配给他，招为驸马。可诗林的心里只有珠儿，再也容不下其他女人了。杨公公劝许诗林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一旦他抗旨拒婚，那可是杀头的罪名啊！让诗林好好考虑下自己的前程。而他还不知道的是，如今的公主正是他的心上人珠儿假扮的。珠儿此时也不知驸马就是诗林，得知自己要许配他人，急得都快要哭出来了。在他的心里，从来只有诗林一人。于是珠儿就求姐姐，让他想办法令皇上取消婚约。可如今的大龙女只在乎自己的荣华富贵，完全顾不上妹妹的幸福。为了防止珠儿偷溜出去，大龙女特地让2个太监守在寝宫外。可没想到，其中一个太监内急，赶紧跑去茅房上厕所。珠儿灵机一动，拿着姐姐送她的玉佩，将自
自己变成了那位上厕所的太监。三言两语蒙混过关，偷偷溜出了寝宫。珠儿刚来到御花园，就瞅见了桥边的诗林。珠儿兴奋不已，二话不说跑过去就挽着诗林的胳膊，这可把诗林给整怕了。这八成是个变态吧？见诗林对自己如此冷漠，珠儿这才想起来自己忘记变回来了，于是赶忙变回了本来面目。诗林，是我。这下诗林真是两眼放光，诗林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女友，缘分就是这么奇妙，阴差阳错的将这对小情侣又拉到了一起。大龙女回来却不见珠儿，气个半死，将气全都撒在奴才身上。为了查出珠儿的下落，大龙女连忙催动手中的夜明珠，准确地定位到珠儿的行踪。这才发现原来许世林就是驸马爷，这可把大龙女气个半死。大龙女担心世林会把他们假冒贵妃和公主的事在皇上面前捅出来，于是主动向世林示好，希望他能看在珠儿的份上帮他们保守这个秘密。可大龙女的心里早就盘算着要怎么利用贵妃的身份蛊惑皇上，除掉世林的师傅法海。另一边的小青还在寻找世林，途中刚好碰到了法能，向他追问许世林的下落，没想到却让法能知道了世林乃是白素贞所生的儿子，而师兄法海收养世林18年，法能竟浑然不知。他一心想要扳倒法海，没想到如今把柄来得这么突然，心里开始计划着要利用许世林状告法海窝藏妖孽。一旦皇帝知道世林是妖怪所生，那接下来可就有好戏看了。于是他赶紧告诉小青，许世林如今已经被皇帝招为驸马，只要前往京城便可与世林相认。小青连忙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许仙。许仙听后万般激动，终于能见到分别18年的儿子了。而这也促使他晚上开始做梦，梦到以前和白素贞的种种过往，彻底恢复了以前的记忆。孟郊就是世林，世林就是我的儿子。看见许仙想起了过去，桂花也由衷的为他感到开心。许仙很感激桂花这18年来对他的照顾，他发誓就算和白素贞一家团聚，也不会辜负桂花的一片深情。恢复记忆的许仙对白素贞可谓是无比的思念。小青为了成全姐夫的相思之苦，就带着许仙直接闯进了雷峰塔。娘子，姐姐，娘子。夫妻二人虽然见面，可却触碰不到彼此。法海已经在白素贞的周围布下了结界，任何人都闯不进去。许仙发誓一定会让他们的孩子以笑感动上天，把白素贞给救出来。法海通过金波感知到有人闯入了雷峰塔，于是赶紧前来阻止两人。法海大骂白素贞违背诺言，不好好修炼。许仙不断恳求法海，可法海却无动于衷，气得小青跟他大打出手。法海不断念出佛号，小青很快就抵挡不住了。许仙见小青危在旦夕，连忙冲上前去帮他挡下致命一击，没想到却被巨大的力量打飞出了雷峰塔。幸好小青及时飞来救下了许仙。小青臭骂法海卑鄙无耻，居然对一个血肉之躯的凡人下死手，根本不配做出家人。法海却表示这关我什么事，是他自己逞能跑过来要做挡箭牌的，这可怨不得旁人。小青放出狠话，自己会去找观音菩萨那里告状。法海却表现得无所谓，要告你就去告好了。要执行天条，是不是得拆散人家夫妻之情呢？事后，小青带着许仙前往京城寻找许世林，两人一路长途跋涉，已经走了3天3夜。要不是因为许仙是凡夫俗子，小青早就一个瞬移到达京城了。由于长途跋涉，许仙因体力不支晕死了过去。小青连忙施展法术帮许仙护住元气，终于救醒了许仙，好不容易能继续赶路了。没想到前方又遇到了一条大河，小青一人自然是可以飞过去的，可如今毕竟带着许仙，为了能带姐夫过河，小青扔出青红剑，施展法术，准备要用御剑飞行飞越大河。随后小青带着许仙跳到了剑上，许仙被吓得大喊大叫，让小青飞慢点，注意安全。小青没想到许仙有恐高症，让他别往下看，可许仙非要往下瞅瞅，结果扑通一声掉进了河里。小青急忙将剑扔进河里，成功将许仙给捞了上来。小青带着虚弱的许仙来到附近的客栈，随后帮许仙施法逼出体内的积水，这才捡回一条命。孟宁落榜后一直憎恨许世林抢了自己的状元之位，说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。世林怕孟宁记恨他，答应会在皇上面前举荐孟宁为
为将军。没想到孟宁刚到皇宫，就见到了心上人珠儿，这才得知了大龙女姐妹俩居然冒充公主和贵妃混进皇宫，于是就当着皇帝的面故意说公主长得很像他的一位故人，这可把大龙女给惹急了，大骂孟宁口出狂言，竟然拿尊贵的公主和凡间民女相比，真是放肆的奴才，请皇上处死孟宁。孟宁被吓得赶紧跪下求皇上恕罪。皇上念在孟宁是驸马的师弟，再加上公主大喜之日将至，就免了孟宁的死罪，但活罪还是要受的，于是命人掌嘴100。大龙女得意地笑了，她担心孟宁这小子会破坏他们的计划，于是就威胁孟宁，他要是敢泄露半个字，他就会立马到皇上面前告状，说孟宁勾引贵妃娘娘，致她死罪。晚上，孟宁借酒消愁，他越想越来气。大龙女当上了贵妃，珠儿又当上了公主，连好兄弟也抢了他的状元之位，还马上就要迎娶自己心爱的珠儿。可他自己什么都没有。回到将军府的孟宁，刚好就碰到了前来投靠自己的小青跟许仙。得知许世林居然是白蛇精的儿子，孟宁心里乐开了花，打算要利用这个把柄夺走本该属于他的一切。